现在真的是到了城市的最中心，瓦尔纳的最中心什么样子呢？看后面这个金顶的教堂就是瓦尔纳的教堂的标志，然后这边有一个用保加利亚语写的瓦尔纳这几个字，大家有看到吗？这里就是城市的最中心了。OK， 我们去最中心探索探索吧。在一个这样的东正教大教堂里面来索菲亚我也去了它那个最大的大教堂，但是我没有进去，因为那天是晚上去的。今天我现在正好白天到瓦尔纳这个东正教大教堂，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我更加感触就是，宗教之所以深入人心，确实是因为它有让人震撼的地方，有让人心灵轻怀的地方，而且它宣扬的东西整体上绝对是与人为善的这些良善的思想，所以赞。保加利亚这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街头随便走到哪，到处都是这个咖啡售卖机。那我就特地来试一杯，既然全保加利亚都是这个咖啡售卖机，那我倒想试试这个咖啡到底好不好喝。我是一个0.9保加利亚列伏的吧，是一个超便宜的。所以我们怎么试？先投币吗？先按，然后投币。2、3、4。OK， 我们的咖啡杯了吗？我们这样一杯咖啡只要9毛钱。I got this。哇，看上去还不错哦。看上去还蛮不错，一杯咖啡，我试一下。Let's try it。一件 T 恤加上一个很薄的外套，就是非常非常舒适，适合这样的天气，就是10几20度吧。我们试一下这个咖啡。这是我今天第2杯咖啡，第3杯我早上还喝了1杯啊！天哪，在这边简直是咖啡王国，天天喝咖啡。哇，这个咖啡加奶的比例相当好，虽然是这种即溶咖啡 instant coffee， 但是味道真的不错。9毛钱列伏，9毛钱也就是0.45欧，0.4几欧元。哇，相当好。大家来保加利亚的话，一定要记得试一下这个咖啡售卖机的咖啡。非常的不错。哇，那给我的感受就是气候会更海洋性一点，会比索菲亚更舒适，但整体上气候是差不多的，温度是差不多的，只是说在细节上、在体验上，我感觉这边会更舒适一点，会比索菲亚的那个早晚温差要小一点。当然这边风会大一点，那边风又小一点，所以这是各不相同。但是我觉得2座城市都非常的安全，在晚上12点可以出来，然后走到街上没有什么危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很安全的因素之一。大家看背后戴着帽子的 police， 看到没有？就是我在这边经常街上都可以看到 police 啊，当然市郊可能会少一点，但是郊区没有人嘛。现在正好是在瓦尔纳东正教大教堂前面，所以到处都有这些警察，看见没有，在巡逻，所以给人的感觉是确实是很安全的。安全性上绝对没得说，保加利亚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这一点，我觉得它之所以就是不那么出名，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名声，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确实是相对落后一点。但是怎么说呢？作为数字游民的话，
你经济相对后进一点，对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优势啊！你只要不是太落后，不是生活设施落后到不方便，因为它这边要什么有什么，要公交有公交，是吧？要飞机有飞机，要的士有的士，出租房，短租长租都有。然后因为经济没那么发达，所以它物价低啊，基本上就是欧盟其他国家除以2啊，特别是西欧、德法、北欧那些，英国那些。除以2，所以这样的一个物价环境加上这样一个舒适的气候，大家觉得呢？This is amazing view on the Black Sea， 黑海风光。蛋菜沙拉或者叫清口沙拉。OK， 这个鱼看上去非常非常的不错，我来试一下。看一下它上面加了一层这个很特别的这个酱，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从来没吃过类似的，我们试一下就知道了。它加了一层这就像面包一样、面包屑一样的东西。它就有一种那种外焦内嫩的感觉。这个米饭也很不错，特别很喜欢吃米饭，我发现。可能是因为受亚洲的影响吧，亚洲的小朋友喜欢吃米饭，像土耳其啊，他们受中东的影响，中东人也喜欢吃米饭嘛，长米嘛。这个相当不错，可是那个沙拉相得益彰。我发现点菜是一门艺术，用什么前菜，配什么样的肉，配什么样的酒。我特别喜欢在这种海上的这种餐厅吃饭的感觉，特别是还可以吃一点海鲜，这是我的最爱。可以让你想清楚，每次在这种让人平静的地方吃饭，往往就可以让你想清楚很多你自己之前想不清楚的事情。这个地方不只有这个快速移居、移民和入国籍的机会，它同时也代表一种 lifestyle 生活方式。真正的无国界生活方式，在这个地方开始是真的是极佳的一个地方。大家从现在我拍的视频当中也可以听得到海的声音。我旁边的沙滩上躺了很多年轻人、年纪大的、中年人都有，他们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在享受着这个黑海之畔的生活，非常的舒适。你说节奏快吗？肯定不快。你说节奏很慢吗？也不会。像这个 Rakia 和威士忌或者说白兰地一样，它是可以2种喝法，既可以加冰，也可以不加冰。像很多我在塞尔维亚喝这个酒的时候，因为当地人比较像北方人嘛，纯爷们，就大家都不加冰。然后像这边保加利亚属于南方了嘛，南方靠着黑海了，然后就可以选择加冰。看这边小朋友在这骑车，然后爸爸带着女儿出来遛弯儿。
很有氛围吧。步行街就是瓦尔纳的步行街，正好是连着这个 Sea Garden， 就是整个城市的中央公园嘛，可以相当于瓦尔纳的整个城市最漂亮、最休闲的地方。所以这个城市给人感觉就是很 relax， 很安逸的感觉。整个走在这条街上，给人总体的感觉就是年轻人比较多，很活跃。这个地方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律动了。这座城市我觉得肯定不是那种就是商业啊、经济的中心的那种感觉，但这个城市绝对是一个很休闲、很舒适、很海洋度假风格的一个城市，而且这个城市也不是说那么像一个小town，像一个那种小城市的感觉，还是一个中型城市的感觉的。当然，在保加利亚这种人口很少的国家，那是属于一个大型城市了，第3大城市，仅次于索菲亚和普罗夫迪夫。我在这现在感受到最多的就是年轻人特别多，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年轻人愿意去的地方，证明这个地方就有活力，就有希望。哪儿都是年轻人多，你不管年轻人是什么样的学历、什么样的肤色，对吧？什么样的背景，只要所有年轻人都爱去的地方，肯定不会是差的地方。我现在刚刚吃完饭出来哦，刚刚吃饭，我误打误撞去了一家俄罗斯餐厅，全部是说俄语，吃俄罗斯菜。我点了一个罗宋汤，点了一个俄罗斯小饺子，味道真的不错。跟那个店老板的儿子聊天，店老板年纪比较大了，不会说英文，他儿子会说。他就跟我们说，其实他和他爸妈都是从俄罗斯过来的。所以他们开一家正宗的俄罗斯餐厅，吸引一些居住在这周边的俄罗斯人。然后那个餐厅全是俄罗斯人，这个很让我意外。因为昨天我打车，我听到那些打车的人，他们跟我说也是说俄语，说这里。今天早上我去酒店，酒店前台也是个乌克兰的女孩，也是说俄语。感觉这个城市的俄语普及度比保加利亚语还要高。What？ 所以我刚刚特地去查了一下这个城市的历史，在1949到1956年间，瓦尔纳这座城市曾经短暂的改名为斯大林城，向苏联的最高元首致敬啊！所以这个城市和俄罗斯和苏联就是有着特别强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个城市它是个工业城市，是个港口工业城市，所以它之前肯定是在黑海边嘛。以前黑海边其他国家都是属于苏联的范围，除了土耳其，所以它肯定也是和俄罗斯和苏联联系的特别多。所以呢，我现在又是一个误打误撞啊，就是从俄罗斯餐厅吃完出来，又发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东西。我这就带大家看一下有多震撼，一个非常社会主义风格的纪念碑，其中第2个士兵的头盔被当地人喷漆喷成了粉色，搞笑呢。我一会儿过去看看，再给大家讲讲这个纪念碑的历史，因为我也是误打误撞，我做的攻略里面并没有这个纪念碑，但是刚好我从俄罗斯餐馆出来，就一眼就看到这个纪念碑了，还是在山顶上。这个精神意义非常大。OK， 我们马上就去来近距离的看看这个纪念碑。
有意思的纪念碑哈，这一看也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看这种风格就是跟苏联有关的一个纪念碑，就像刚刚我们在山顶的那个苏保友谊纪念碑是异曲同工之妙。以前可能是2个国旗，现在2个旗全是保加利亚旗了，还有一些花圈在那。瓦尔纳市政厅，今天天气是真好，你看，跟着小海鸥在走呢。嘿嘿嘿！现在我就来到了这个瓦尔纳火车站，老火车站，很古典啊，感觉有100年历史了。这海鸥好壮，一看这个地方。就是海鲜很丰富的，长这么壮。这火车站太古老了 ，entrance。好，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火车站。OK。Buy tickets. Where can I buy tickets? OK, here. 我现在坐在瓦尔纳到普罗夫迪夫的火车上了。这是一个非常老的火车，也算是我这一次增长阅历了。应该是一个苏联时期建的火车，然后是这样的，这很像之前那种国内的绿皮火车，就是那种风格的，但是座位要更豪华。看这座位，一排3个座，然后对面也是3个座，这样的一个座位是比较欧式的，就是我觉得座位应该是它更新了，但是这个车的这个车架子应该是那种苏制的，比较老的，或者说。不是苏制，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吧。然后看一下外面，坐在外面看，就是火车站台。看这边，而且这里完全不需要安检，你直接上车就好了，就是挺有意思的，很独特的经历。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尝试这种新鲜的火车生活吧。从10几岁开始，我就迷上了火车旅行。火车之旅的意义远超出了从 A 点到 B 点的交通功能。当火车缓缓驶出站台，铁轨在脚下唱着旧时光的歌，窗外的世界像一部不会倒带的电影。从城市建筑到青绿田野，一幕幕不急不缓地展开。像是在提醒我，旅途并非只有抵达，而途中本身就是意义。当火车穿越在黑海沿岸平原与巴尔干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时间开始变得温柔。你可以发呆，也可以沉思，可以读书写字，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望着远方被阳光抚过的村庄、山丘和田野。你既未真正离开，也未真正抵达。正如人生的很多阶段，我们都是在车上，在离别和重逢之间，在旧我和新我之间。火车座位的对面总是坐着跟你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故事，但命运在这一段轨道上相会。有人沉默，有人热情，有人望着远方，眼中含泪，也有人因为偶然的相识而笑声连连。这或许是我火车之旅的意义，不在于到达哪，而是我在这段旅程中第一次看到了保加利亚这个全新的国家，想清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值得我好好追求，遇见了那些质朴无华的保加利亚人，又放下了曾经执念追求的各种高大上。与自己独处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下一站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见。